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毛毛。我哋依家喺海珠區江南西，今日會食江南西我認為最好食嘅燒鵝店。食完之後會帶大家逛即將停業嘅萬松苑市場，講一講萬松苑嘅輝煌歷史。咁出發啊，Go！呢間店係江南西街坊好中意過嚟斬料加餸嘅店，一共有2個店。南興燒臘冇堂食，只可以打包。而呢間南興飯店係可以堂食嘅。地址咧喺青柳大街34號，唔好去錯喎。依家咧就12點都未夠，但係一到飯市咧真係要搶住嚟食燒鵝啊！已經得返一隻咋，我仲諗住話慢慢嚟添，我太他條啦。最出名咧就係燒鵝，132蚊半隻，上裝咧係65蚊一例，下裝咧係69蚊一例。睇下嗰隻髀幾有肉。等我講緊入去落單先。雖然燒鵝咧就賣晒，但係人咧係好多㗎。呢度有卡座，亦都有圓台。雖然冇房間，但係呢間飯店咧都叫做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嘅。啱先就講過啦，最招牌嘅咧就係呢個南興燒鵝，下裝咧係69蚊一例。除咗燒鵝之外咧，燒臘店應該有嘅嘢佢都有，而冇嘅咧佢都有啊嚇。有呢種鐵板嘅啦，亦都有各種燒臘嘅啦。之後咧係會有炒菜嘅，有幾款辣菜，有青菜，仲有住家湯可以飲啊。價格咧全部都係30-40蚊一分，主食咧叫做平啲，都要20幾蚊嘅。但係最招牌咧就只有嗰份燒鵝，所以我係推薦嚟食燒鵝嘅。至於其他你哋中意點咪點咯。咁佢叫得飯店咧係需要俾茶位費嘅，4蚊一個人。我哋係要咗1例燒鵝，下裝劉備，再加咗個南興炒飯。南興燒鵝我哋係要咗下裝1例69蚊嘅，搭配咗酸梅醬，入邊亦都真係有梅子，係堅嘅酸梅醬。叫咗佢劉備，係咪畫面感好強咧？睇到你哋餓晒咧，我睇下佢肥唔肥先。攞上手浸皮咧係有少少硬，咁我應該幾脆下，有啲皮下脂肪咯。不過咧佢係已經剔走咗啲肥膏噶啦，反正1例嘅價錢定價唔使稱。咁啊呢個髀嘅大細咧，其實同萬年嗰個好相似啊！睇我食髀有冇引到你哋流口水啊啦？哇，非常之甘香啊！我又揾到嗰種油香爆開嘅感覺啊！好中意呢種爆油嘅感覺啊！雖然浸皮咧就冇萬年嗰個咁厚，但係因為佢留咗少少脂肪啊，所以嗰種油脂感咧都好正。但係佢嘅肉質咧係會比萬年嘅更加入味，而且食得到鵝肉嘅鮮甜味。按味道嚟講係完成萬年嘅，就係浸皮差咗少少咯。但係都係好優秀嘅出品。係咪覺得我有啲過分咧？我食髀，小夥伴咧淨係可以食肉嘅咋。但係大啖肉真係好正啊嘛！隻髀咧唔會讓俾你嘅。我繼續食燒鵝啦。既然俾我稱之為江南西最好食嘅燒鵝咧，肯定有佢嘅可取之處嘅。佢嘅鵝肉真係好鮮甜，兼顧到襯仔嘅鵝肉鮮甜味，而且咧又有萬年嗰種脆皮感覺。而且價格係3者之中最平㗎，性價比好高㗎。我咧係好推薦佢嘅。其實我中意食呢種爆油脂感嘅燒鵝咧，係因為有酸梅醬解膩啊嘛，所以可以享受到油脂，又可以冇咁膩喎。當然啦，中意食鵝甜味嘅你哋，只不過個人愛好唔同啫。南興炒飯30蚊，咁睇上去咧就係好普通嘅炒飯咯。落咗豆角啦、冰鮮蝦仁啊、蛋啦、葱啦、蘿蔔炒埋一齊，用料幾足，但係睇色澤你又覺啦，真係好普通嘅一個炒飯啦。雖然俾得好足料，但係一般呢種炒飯咧都係用冰鮮蝦嘅，就食個手勢咯。炒飯咧雖然相貌平平，但都叫做本色本味。用嘅雞蛋好靚，好有蛋香味。蝦咧雖然冰鮮蝦，豆角唔會青，好清淡，好健康嘅一款炒飯。一個炒飯一個下裝喎。107。
食飽飽又一餐啦，今次一共食咗107蚊嘅。咁我哋而家出發去萬松苑。食完燒鵝，依家就教大家點樣去地鐵站啊，之後再去萬松苑。我哋沿住青柳大街呢個方向行，行到咗盡頭就會去到江南西路口。呢個時候呢，我就向右轉，沿住江南西路一直行。當然而家天氣咁曬，我係會更加推薦左手邊嘅呢個地下商場嘅。咁佢係直路一條嚟嘅，唔會話彎彎轉轉。無論炎夏定寒冬，都非常之推薦行呢個地下商場嘅。落到嚟地下商場之後，往右邊行。如果係要去南興飯店嘅話，就可以選擇呢個出口啦。江南新地 K 出口，咁佢都有標注㗎啦。通往嘅街道咧就青柳大街。喺市區入邊咧有好多呢種地下商場嘅，但係呢個商場咧算係比較友好㗎啦。首先佢直路一條，唔使轉嚟轉去嘥時間，而且佢每個出口咧都會指明咗係邊條大街。而且商場入邊咧有淘淘體驗店，亦都有好多茶飲店，亦更加咧係有衛生間嘅，係好方便嘅一個地下商場。除咗茶飲店之外，沿途就有唔少嘅食肆。之前都有食開呢間2粒雞蛋嘅煎餅。睇先，今日食過，我覺得呢個咧板燒雞腿煎餅個味道可以嘅，我又整翻嚟試一下。佢有芥末蝦仁口味嘅啦，亦都有雙層芝士牛肉餅口味嘅，仲有香辣雞腿口味、滑蛋火腿、芝士培根，都幾多種類㗎，可以當半份正餐嚟食嘅。咁係攞單之後即時喺度做嘅。其實咧佢都算係有堂食嘅，不過呢個位置咧就唔係好高檔啫。咁佢嗰2個雞蛋係真係有2粒雞蛋入邊嘅。咁佢係數碼點餐落單，現場點嘅話就會慢一啲，因為員工淨係掛住做出品，好難有人手應付俾錢呢個環節啊。咁我哋點嘅咧就係板燒雞腿煎餅啦，就真係會有雞腿嘅，入邊有菜啦，有脆脆嘅，加咗番茄，有雞腿啦。外邊咧係蛋煎餅，加咗黑芝麻，成分新鮮做嘅。如果需要將個煎餅切開2半食嘅話，就落單時同佢講明，或者自己備註寫一下。聽佢叫好之後咧，過嚟攞就得啦。好，唔該。歡迎小食到手，18蚊板燒雞腿煎餅啊！所以拎到手嗰時係非常之熱㗎。咁我開餐啦，真係非常之脆啊！好多料㗎，一般咧就買一份就可以做午餐啦。佢口感咧係軟嘅，個脆感咧主要就嚟自啱啱入邊嗰塊脆脆，入邊有番茄啦，有菜啦，落咗少少沙律醬。咁越靠近地鐵站咧，鋪頭就越多。依家咧仲有好多係做賣衫嘅店，不過賣衫咧可以發貨啊嘛，所以門店冇客都冇所謂嘅，維持到落去。仲有間名創優品喺度，但呢啲店咧反而線下會比較多人買嘅。咁呢個商場咧就係江南新地啦，空調夠猛，光線都夠足，行起身咧係舒服嘅。沿途都有標識牌，有標明通往地鐵站係邊一個方向，而洗手間係喺邊一個方向。嚟到呢個位置咧，唔使落去左邊電梯，往右手邊前行就得㗎啦。左邊落去咧係去洗手間嘅。人流都唔錯，除咗茶飲店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服飾店嘅，或者做下美甲，都係啲本地小店，唔係啲咩大牌子。江南新地咧，基本上係貫穿晒成條江南西㗎，非常之長，所以佢出口咧好多㗎。咁啊記得唔好掛得睇嘢喎，行過咗要行翻轉頭㗎嘛。如果去地鐵站嘅話咧，就唔使轉嚟轉去嘅，一直行，行到篤就係㗎啦。呢間鄰里就係送鴨仔嗰間。到咗飯點嘅話，連鎖呢啲食肆啦係好多人㗎。
係一個避暑好去處，但係唔係一個食飯好去處咯。我哋揾啲好食嘅，又唔使排隊嘅好過啦。蘭州牛肉麵，但係更加多嘅咧都係茶飲店，霸王茶姬啊、茶里二世啊、Coco 啊，Coco 都算好老牌嘅茶飲店啦。不過而家喺學生界入邊咧，都係好有人氣嘅喎。因為佢10幾蚊咧就買好大杯奶茶，真係好抵飲啊！大家樂咁喺我哋廣州咧都係好受歡迎嘅。茶舊星球，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咗江南西地鐵站 B 出口啦。如果你行路面嘅話咧，上面就會係富力海珠城，一樣咧都係嚟到呢個入口嘅。咁依家嘅廣州地鐵咧係需要安檢嘅，大包細包咁啊過機嘅喎。我哋依家向江南西地鐵站 E 出口退出嚟，出咗嚟之後咧，往前行一啲啲啊！呢條天橋有冇記憶咧？就之前我哋江南西掃街嗰期，最後食嗰間牛雜鋪咧，佢咧就喺橋嘅對面，往前面行一少少就到㗎啦。其實唔算複雜嘅，不過小巷可能係拐到大家有少少頭暈啫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唔過對面，往住呢個方向繼續行。見到呢個牌坊咧，轉入去就會進入咗萬松苑市場嘅範圍啦。入嚟呢度咧係一個小山坡嚟嘅喎，呢條路咧係叫做萬松路。沿途有啲食肆，亦都有啲係酒櫃攤位喎。你睇下呢個陽光豬腸粉，先至幾蚊一碌啊！瘦肉粥都係4蚊雞碗咋。一睇係知道街坊生意，薄利多銷啦。因為已經算係萬松苑市場嘅範圍，所以咧沿途係有唔少嘅生果攤啊、蔬菜攤啊。一睇就知市場範圍巨大啦。仲有啲賣花嘅攤位，而且係連片嘅賣花攤位啊！過年嗰陣時肯定好熱鬧啊！對面嘅都係賣花，而我哋行緊嘅呢邊咧係有間小學嘅，佢咧就係萬松苑小學啦。因為呢度係類似山坡咁嘅位置，一直咧係上坡路嘅，所以小學嘅門口咧係非常之高大嘅。應該擴建咗唔少，咁依家嘅操場咧齋籃球架都有4-5個啊！而且門口咧唔單止掛獎牌，仲擺埋獎杯，好有儀式感啊！唔知有冇觀眾係讀呢間小學嘅？咁而家見到啲小學間間都變咗咁高大威猛，係咪真係認唔出咧？咁海珠區咧都算係一個綠化非常之好嘅區啊！萬松苑呢度沿途嘅大樹咧都真係非常之高大嘅。咁我哋就講一下萬松苑嘅歷史啊。廣州市地名誌上面記載，萬松苑係南海5士別墅，收藏書法名畫。清嘉慶年間，文人謝蘭生在此壓書，萬松苑由此而得名。清朝嘉慶年間，怡和行嘅主人伍秉鑑成為咗三品官員、13行總商。佢喺河南，即係而家嘅海珠區，買咗好多土地。祠堂同大院就喺海棠寺同福中路一帶，而萬松苑就係後花園，叫伍家花園。園中青松定林，所以又叫做萬松苑。其南面一帶係山崗，叫萬松崗，又叫做萬松山、萬松嶺。附近都有13行富商潘振成，都非常多物業。龍土美果期就介紹過啦。我哋講返萬松苑啦。始建於嘉慶8年，即係1803年，一共咧係有13.3萬平方米嘅。曾經成珠樓咧係佢嘅私人餐廳，海棠寺都曾經係花園嘅一部分。
連龍溪涌啊都係入到花園裏面。涌上面就有橋，當年連龍舟賽都喺花園裏面舉行，就睇得出有幾咁巨大啦。古籍入面有記載㗎，裡面嘅名勝啦有浮碧亭、聽濤樓、南溪別墅、清輝祠館、紅棉山館、滴翠軒、白珠梅軒。而聽濤樓咧係其中最出名嘅，曾經咧俾日軍佔領使用過。伍氏家族就因為1842年簽訂嘅南京條約，廣州13行喪失咗壟斷地位，就開始衰落。1889年就開始廢棄。1907年嘅廣州省城內外全圖，伍家花園嘅範圍縮小咗好多，標記為後花園。而萬松苑呢，就分開標記為萬松苑，開始有居民。1938年，伍家花園被日軍用作軍火庫，軍火庫失火，花園被毀，之後就徹底變成咗民居。故事就講完咗，而左手邊紅色招牌禁食字呢個呢，就係萬松苑市場啦。市場呢係位於廣州市海珠區江南中街道，已經有成45年歷史㗎。曾經呢同清平、駐廣並稱為廣州三大農貿市場，係河南街坊買菜嘅老肉菜市場之一。1978年嘅萬松苑係佔道經營市場，即係走鬼擺路邊。去到1999年就變成咗室內經營。市場嘅2樓係蔬菜檔同團購超市，而家咧係全部已經結咗業㗎啦。而3樓就係市場管理嘅辦公室。因為萬松苑市場要進行升級改造，8月15日市場咧就會正式停業。所以好多檔口咧都準備搬去萬壽路嘅盤龍肉菜市場，有部分咧仲會搬去基立道嘅。門口就已經睇到賣肉菜嘅檔，嗱，好多鋪頭咧已經貼咗標識出嚟㗎啦，係會搬去邊個路位，因為市場咧過冇幾耐就會完全停業㗎啦。咁當然仲係會有唔少嘅檔口咧堅持營業到最後一刻嘅。咁啊，街坊梗係就近買菜㗎啦，唔會因為市場就快停業就唔過嚟嘅。咁啊，各種雞鴨店啊、蛙店，仲有賣鱷魚嘅店。賣鱷魚肉咧，其實喺國內好常見㗎，效果可能冇鱷魚乾咁好啩。而且新鮮嘅鱷魚肉咧要識處理，唔識處理嘅話咧會好腥㗎。仲有啲餃子鋪咁啊，已經過咗飯節，所以就俾人賣光光，佢哋休息啦。廣州酒家嘅包咧都只需10蚊雞一袋啊，全部都貼咗清貨大平賣出嚟啦。係咪嚟一場結業前嘅最後狂歡呢？呢條路咧就上2樓噶啦，但已經寫明咗啦，所有檔口都搬咗落嚟噶啦。2樓已經提前結業咗噶啦。個個都話清貨大平賣，街坊係咪係時候塞滿晒個冰箱噶啦？呢間名記祖傳燒臘開咗好多年噶啦，貨確實夠晒多，而且個價格超可愛，東一笪西一笪。佢咧係會搬去前進路萬個門口嘅對面，200米左近。街坊如果仲想揾佢買燒臘，都唔使行好遠啫。不愧喺度咁多年嘅老字號，好有街坊心。沿途仲有啲食肆嘅，食肆又冇話自己要搬喎。下邊3層咧都係市場，但係樓上咧係有住宅嘅，所以呢個停業咧都係翻新工程啫。整好咗之後咧係會重新同大家見面㗎。聽完咗萬松苑嘅歷史，亦都逛完咗市場啦。今日視頻就到呢度啦。中意個視頻嘅話，關注我頻道啊，點個 like， 分享俾朋友仔。下期見啦，拜拜。